好的，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数码产品很早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啊，这手机、平板、耳机大家都可以联动。各家这几年也都在积极的营造自己的生态，但最成功的无疑是华为和苹果。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两个生态，它们之间有哪些双持互补的场景？两套全家桶有啥活是什么都能干的或者哪家不能干的？苹果1，华为2现在你可以选择阵营了，游戏马上开始。首先硬件部分，先来看看我们准备的这些全家桶，5大类手机、电脑、平板、耳机、手表生活工作都有，大件小件也齐全。当然全家桶里肯定还有不少其他产品但这5个应该说是目前最主流的你别吹毛求疵说那个为什么不加入华为的红酒苹果的擦巾布什么的，产品太多容易说乱咱们先看手机、平板和电脑这3类硬件的协同工作场景。苹果这边将不同的功能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随行通用控制隔空播放等等。华为这边统一都是每台设备的超级终端里根据不同的配对来实现不同的功能，不过两者相同的地方还挺多的。第一类设备协作，首先苹果和华为都支持将平板作为电脑的副屏或者镜像显示电脑的画面比如在开会讲 PPT 或者说给他人展示的时候就可以拿起平板，不用端着电脑操作，出门在外也可以多一块显示屏使用。苹果的优势在于无论有线无线它的延迟都非常低，你甚至可以用 Apple Pencil 在 Mac 上面画画，或者也可以当成实时预览使用，但也仅限于写写画画了因为你没有笔的话 iPad 就相当于一块不能调分辨率不能触控的普通屏幕了，最多也就是边上几个快捷键可以用。华为平板在能实现苹果这些功能的基础之上，还可以调分辨率这手指触控甚至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操控 PC， 这体验就相当于用一台 Windows 平板一样了，功能细节上做得很到位。和随行副屏用起来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通用控制，或者说是多屏协同。这几个功能你听着可能觉得有点乱咱们先来捋一捋。苹果的 Mac 可以把鼠标从屏幕边缘移动到 iPad 上面，用鼠标点击的方式操控 iPadOS 系统，同时也保留了 iPadOS 自己的触控操作这就是通用控制。华为则是把设备1的画面直接投射到设备2的屏幕上，你再用操作设备2的方式直接操作设备1。就比如手机直接投到笔记本上，你用笔记本的鼠标就可以直接控制手机了这就是多屏协同。苹果这边不管是随行副屏还是通用控制都仅限于 Mac 和 iPad 之间，目前 iPhone 是参与不进来的。第二类就是更加常用的文件传输如果你用着 iPhone只有 Mac 或者说只有 iPad， 两者之间联动感知最强的可能就是文件传输了隔空投送确实非常方便不需要任何操作，你不用考虑任何网络环境，直接点击就传确实很爽。但也经常出现这明明手机和电脑都快贴在一起了还死活搜不到的情况，碰到过的小伙伴可以扣本也还有 iCloud 的云盘分享那速度就更酸爽了。推荐一下我们的自营二手电商平台沈小白 APP 手机、电脑、平板、耳机、穿戴、生活用品还有运动服饰等等都能在这里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沈小白均可下载。华为这边文件无线传输的方式很多比如说云、华为分享华为分享速度也很快还有 NFC 碰一碰传输鸿蒙 3.0 的中转站流转。不过以保有量和用户的认知程度来说，苹果用户知道和使用隔空投送的情况确实会更多一些用华为也知道华为分享且收文件的对方也是用华为或者荣耀设备的情况可能就相对少一些。这里我们多提一嘴蓝绿米、星星魅、海硕联模还有旗下各自的子品牌都在互传联盟里，他们之间文件传输不说稳不稳定、快不快，最起码是打破了各家文件传输的隔阂，利好消费者了华为和荣耀就只能自己互传，有的时候确实会不太方便。第三是通信热点共享，苹果的热点优势在于几乎是自动无感的相同 Apple ID 下的设备如果没有网络但想上网，只需要在 WiFi 里面点一下热点设备就能直接启动也可以设置成当需要联网时自动开启另一台设备的热点，连进 WiFi 点一下设备的步骤都可以省略到相当便捷。而华为这边的优势在于它的热点不仅仅是以共享网络作为用途的热点，之前我们在鸿蒙测评中就聊过，当你的手机卡有例如 B 站定向免流这种套餐的时候，你的平板用手机的热点时，这平板也会免流，并且你还可以直接在平板上像用手机一样接打电话、收发短信苹果虽然也可以但是前提条件相对就较多电话需要在 FaceTime 里面单独拨号，短信也需要单独开启短信转发。大件产品里华为的功能丰富程度是比苹果要更多的，并且很多功能都只需要在超级终端里面配对就能够自动实现入口比较集中。苹果做的相对较早，用户认知度较高不过它的入口相对就分散一些。说了大件，在小件产品里面销量比较多的就是无线耳机了虽然华为的耳机价格相对 AirPods 更加便宜一些，但是该说不说这个 AirPods 的体验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它的保有量也非常大
大，不愧为这个品类的开创者。工程师有小伙伴，这 iPhone 换了一代又一代啊，但这个耳机一直都是一代的 AirPods Pro。这款耳机确实强啊，从发布到现在的3年里，它更新了空间音频、杜比全景声、自动切换、对话增强等功能，可以说好几次鸡血固件了。2代今年还要更新自适应降噪啊，对话增强更自然。单说通透和降噪的体验，便宜的耳机比不过，这比得过的又和 AirPods Pro 价格差不多，但是在功能方面又差些意思。那为什么不干脆选苹果呢？在耳机方面啊，确实强。华为这边如果说要更新什么重大功能，可能通常就是直接推新款了啊。品类确实丰富，这入耳的、半入耳的各种各样的造型，还有口红形式的啊。但华为确实很难做到一款耳机卖3年还能更新出非常吸引人的卖点功能。手表方面，这各种基础健康功能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有。Apple Watch 这边可以让你在戴口罩的时候也能解锁 iPhone 啊，还可以反锁，比如手机在被它人物解锁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点击手表上的锁定按键啊，再锁住 iPhone。也可以解锁 Mac 电脑，解锁的时候手表也会有震动提醒。华为的手表理论上也可以解锁手机和电脑，但这种方式只是传统的蓝牙配对解锁，手表端也没有强提醒，被其他人物解锁的概率比较大，用起来可能会有些不太放心。在手表的软件生态上，肯定是苹果做的要更加好一些，确实它也做的比较早嘛，有专门的 App Store 商店，有大量的第三方软件，甚至手表上的游戏啊。华为这边虽然也有应用商店，但数量非常少，绝大多数还是在使用手表本身自带的功能，可玩性相对较低一些。是不是聊到这儿，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专门给华为的手表下软件？不过华为这边也有一点是苹果比不了的，就是 NFC 啊，苹果的 NFC 限制大家都很熟悉啊，解锁门禁或者说汽车需要厂商们单独适配或者说接入 HomeKey 的，公交卡支持的也不算很多。苹果能做到的，华为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甚至还能模拟空卡啊，这一点就吊打了。如果是手表端自己的体验，苹果是比较好的，这软件生态非常丰富。但我们本期讨论的是设备联动啊，这个全家桶的生态。苹果手表接打电话、看通知，华为手表也都能做到啊，并且苹果手表只能搭配苹果手机使用。这次 WWDC 啊，之前爆料说可能会开放啊，也没有开啊。华为手表理论上可以搭配任何手机，通用性要好很多。而且华为还有专门测血压呀，或者说血糖评估的啊这类手表，和耳机一样啊，主打的一个品类多。硬件差不多了，再说软件，你可能会觉得啊，软件这趴那肯定苹果遥遥领先了啊。哎，还真不一定啊。那么先看云服务，什么电话、短信、备忘录同步，这些都已经非常基础了啊。云更多的作用是防止设备丢失等意外情况发生，然后做数据备份。现在问大家啊，你觉得最重要的备份是什么？大家可以评论弹幕。刚说的电话、短信、照片、备忘录啊，再加上 QQ、微信啊，这些2家都能做到。其他大部分程序可能只需要手机号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里面的数据备不备份，很多 app 都无所谓啊，多了甚至还耽误我下载恢复的时间呢。苹果的备份确实非常全，包括桌面图标的顺序啊、壁纸啊。华为这边有一点非常不解啊，就是备份频率。比如我手机里的数据加起来可能只有20G， 我必须买2T 的容量才能做到每天自动备份一次啊。本来我买50G 就解决了，对吧？啊，但这样又只能5天自动备份一次，给这个营销设计师必须点赞啊！一个字。单论云服务的基础体验，2家肯定都是过了能用的门槛。对比使用下来呢，苹果确实细节做的比较多啊，相对更加省心，适合大众用户啊，毕竟都推出快12年了。华为在云备份方面呢，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就比如啊，备份什么多久备份一次之类的，体验相对会差一些。第三方软件生态上就老生常谈了，苹果正面评价在封闭性，这负面评价也在封闭性。正面是更加安全，这个垃圾软件少，基本也没什么广告。从开发到上架售卖，苹果几乎把所有路都给你铺好了。付费软件的体验也很好。反面就是大家经常吐槽的，这个装个软件要老输密码啊，或者说注册账号比较麻烦啊，这商店速度不稳定啊。正好相反的，安卓这边装软件没那么多限制啊，更加自由，可玩性也更高啊。代价就是垃圾软件了，很多高质量的 app 可能也只有 iOS 版本。系统和第三方软件之间的体验割裂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还有就是啊，它自己的系统广告了。在软件生态上，由于系统本身阵营就不同，这2家各有千秋啊，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哪个平台的基础因素。本期我们都是在理想状态下啊，看了这2家之间能够实现的功能。如果谈到功能稳定性的话啊，估计有不少人都会觉得苹果稳无敌吧。确实是啊，但华为人做的也非常好了，这2家真的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而且他们都有不稳定的情况啊，这很玄学啊。苹果在功能细节方面确实做的比较好啊，你按照它的使用逻辑来用，或者说啊，你先有一个手机或者先有一个电脑，然后再加其他产品啊，一个一个的，比如说手表啊、耳机啊，这样加上去就会非常顺手，学习成本也很低。当然它比较封闭嘛，很多人也觉得啊，这就是我给你什么你就能用什么啊，也被很多人戏称为教育用户。最后一定要说，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选择倾向，分析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景。一些小伙伴啊，真的没必要去随便评价其他人的选择，大家都不是傻子啊，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
OK 啊，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人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管这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